第一次来到巴黎旅游，他的视线就被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吸引，上面残留着岁月洗礼过的痕迹。I think it's great. I feel like if we clean it up, you can use it for work. It's classy. I'm gonna get it for you. 见他喜欢，女友毫不犹豫地将公文包买了下来。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正是这个看似破旧的公文包，将会为他们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后半生。杰克是一名碌碌无为的作家，生活贫苦的同时，也曾无数次梦想着自己能有朝一日可以一书成名。即便手稿被一次次的驳回，即便生活已然千疮百孔，杰克却从未有过放弃写作的念头。好在他有着愿意陪他的妻子，有着刀子嘴豆腐心的父亲。This is the last time. You gotta get a job, something steady, support yourself. Another part of being a man, no matter how painful it might be, is 这句话让杰克思虑良久，难道自己的才华就只配拥有如今的成就吗？正当他坚定的内心将要动摇时，破旧公文包里面发现的一本小册子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股被岁月洗涤过的书香气扑面而来，拿到手中仔细阅读，精湛的文笔，细腻的情感表达，竟让杰克一时有些失神，渐渐地沉寂在了作者表达的故事中。他用了整整3天时间将小册子上的内容全部看完。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杰克就仿佛着了魔一般，不管在做什么，脑海中总能浮现起那份文稿。终于，艰苦的生活让他摒弃了道德层面上的谴责。经过查询，杰克发现这篇稿子并没有被发行过，于是他将看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输入进了自己的电脑中。一经上传，立刻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看他不起的上司竟都跑来巴结。Have you shown this to anyone else? Anyone outside the agency? No, you're the only one that's seen it. I mean, outside of my wife. Rory,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represent you and your work. You've written a remarkable work of fiction. 杰克依靠着窃来的作品实现了梦想，签署了版权合同后，又经过网络上的发酵，杰克依靠着那部属于他的才华成功跻身，成为了成功人士，成为了纽约文坛的宠，更是获得了作家们毕生追求的美国文学奖。随着名气提升的自然还有生活质量，妻子数年的陪伴没有被辜负。正当二人沉寂在这篇文稿带给他们的便利和荣誉中时，文稿的原作者找上了门。找到机会，老人一路跟踪杰克来了公园，在他旁边的长椅上找个位置坐下，然后装作无事般喂起了鸽子。How are you doing today? I'm okay. How are you? Come see, come say. You know what I mean? 之后，老人将话题聊到了一本相对冷门的书上，并没有提及自己写的那本文稿。得知是位作家前辈，杰克没有表现出一点知名作家的骄傲，因为他深刻的明白自己的荣誉从何而来。I wondered if you'd autograph my copy of your Of book. course. 杰克签名的同时，老人认真地说道，自己这里有一个非常惊艳的故事，保证可以让他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杰克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毕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故事，老人又为何会成全自己？刚准备起身离开， About a man who wrote a book and then lost it, and the pissant kid found it. 见杰克转身，老人邀请他来到自己旁边坐下，然后开始讲起一个故事。那是在1944年的一个春天，作为一名军人，他奉命驻守巴黎。那时的他还很稚嫩，沉重的工作充斥着他的每一天。直到一位姑娘的出现，为老人枯燥昏暗的生活带来了一缕光亮。时光荏苒，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并在人生中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笑声和打闹成为了他们相处的主旋律。但好景不长，老人很快被调往了其他城市。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两人就这样不得已分开。在那个普通人很难接触到通讯设备的年代，杰克的生活又回归到了认识女孩之前。可与那段日子不同的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会通过记笔记的方式表达对女友的思念，并且渐渐开始尝试写作。数年后，老人退役，在那个信息传播困难的年代，他成为了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并且与女友再次重逢，又是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很快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不久后，两人爱情的结晶诞生，那是老人人生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光。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年轻人的激情和朝气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老人开始将重心迁移到写作当中。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唯一的孩子因为一场大病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妻子仿佛被抽走了灵魂，整日郁郁寡欢，如同一具躯壳一般。老人当时非但没有及时关注妻子的情绪变化，反而还经常因为妻子无视自己而迁怒于他。终于在一天的晚上，他留下一封离别信件回了娘家。此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显然已经晚了，孩子的失去，妻子的离开，重重打击强加在他的身上，竟意外让他灵感迸发。那本小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写出的，数个星期没日没夜的赶工，终于让他完成了这本毕生之最。 When he woke, he cleaned the apartment and went to find his wife.
他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妻子，本想带她回到巴黎，却遭到了拒绝。临走前，老人将这本还未发行的文稿留了下来。妻子阅读后才发现，里面记录着的是两人自相识以来的所有片段，真情足以感化任何东西。几周后，妻子回心转意来了巴黎，但不等两人重新过上幸福开心的日子，妻子就发现自己拿错了行李箱，文稿已经不知去向。看着他焦急寻找的样子，妻子有些不理解，在他看来，那份文稿不过是老人为了打动自己而写出的。如今自己回来了，文稿的去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轻描淡写的疑问刺痛了老人的心，那可能是他毕生再也无法超越的作品。不顾妻子的挽留，他拼了命般跑到火车站，发了疯一样对着陌生人质问自己的文稿所在。妻子就在身后看着，内心有着丢失了文稿的自责，有着对老人此时行为的疑惑，但更多的还是他对作品胜过自己的失望。He left. Never went back to Paris. After he lost those pages, he's never able to set down one word to write. Maybe he was afraid of going that deep again. Perhaps he just lost the knack anyway. Stop trying. 听完整个故事，杰克能感受到老人的后悔与自责，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那份文稿中的遗憾，对于自己盗用他人作品的负罪感攻陷了他整个内心。These are my words, my stories. I just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ese stories, in case anyone was to ask. 老人一副不愿去追究，甚至隐隐有想要成全他的样子，使得杰克对自己的行为更加愧疚。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思考了许久，一个人在街头买醉，很晚才一个人回了家。看着正在做饭的女友，他嘴里还呢喃着即将要搬到新家的喜悦。闻言，杰克将原本想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问了一个令女友疑惑的问题 So why you love me? Are you drunk? I need to know why you love me. I love you because you have beautiful eyes. I love you because you're serious all the time, but deep down, you're nothing but a goofball. I just love you. What's going on? 妻子每一句话仿佛都直击杰克内心，他不想让他失望，更不想在事情败露后让他觉得自己爱的人是一个骗子。I didn't write the book. What do you... The book. I stole it. 接着杰克说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结果如他所想那般，女友很生气。一直以来他都很相信杰克的能力和人品，这也是他数年来陪伴在杰克身边的原因。如今知道一直被自己给予希望的那个人，竟然被利益熏心做了这种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I can't be here right now. I'm sorry. Can't be. 女友离去后，杰克找到了老板，告知了他有关于文稿的真相，而老板的反应却让杰克有些摸不到头脑。起初是气愤，可接着就是一副替他考虑的样子。You want to pay this man off your advanc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You want to cut him into the movie rights? Fine. You want to buy him a house, a car, or a boat? 老板才不在乎这篇文稿是否抄袭，他只知道如果这件事情被曝光，那么出版社也会跟着受牵连。杰克找到了老人，按照老板的意思给了他一笔钱。Put that back in your pocket. I'll take you out back and kick the shit out of you. 老人早就看透了世俗名利，如今杰克的内疚和郁郁不安正是他想要看到的，这就是来自老人的报复，也是偷窃他人作品的惩罚。What is all this about then? What is it about? It's about my life. It's about my wife, about my child. It's about the joy and the pain that gave birth to those words. 杰克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别人的终究是别人的。那篇文稿不单单是一串串冰冷的文字，更是老人对妻子的寄托，是对那段遗憾的安慰。面对驱赶，他没有选择离开，执意要老人原谅自己，哪怕是让老人拿回那篇文稿带给他如今的一切荣誉。终于，老人的态度缓和下来，将杰克叫来身边。其实上次他讲的那个故事并不是全部。妻子离开2年后，老人有去过他的城市寻他，可看到的景象却是让他终身难忘。妻子已经嫁人，并且组建了新的家庭。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me? Anything at all. Walk away. Don't look back. We all make choices in life. The hard thing is to live with them. And there ain't nobody can help you with that. Go on. 言外之意就是老人已经原谅了他，
接下来杰克要面对的就是他能不能原谅自己。 Sir? I do love your book. 从老人那里告别后，杰克通过媒体将真相散播了出去。他失去了文稿为他带来的一切，得到的却是内心的安宁。女友因为他的坦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老人在不久后去世，杰克为无儿无女的他办理了后事。从他决定要做一名作家，到老人寿终正寝，这段人生旅途被他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得到的反响不亚于老人那篇文稿。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当你拼命追求什么的时候，往往受尽挫折，经历许多后意外得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到最后还要为自己的不劳而获背负枷锁。我们在人生中都会做出许多选择，带着这些选择继续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难的一刻。